生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最近，一位姓李小伙发现脖子后面的皮肤变黑，他觉得非常奇怪，自己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几乎晒不到太阳，脖子后面的皮肤为什么会变黑？虽然觉得不好看，但因为不痛不痒的，小李就放任不管了。但没想到过几天脖子后面还出现了皮疹，小李于是只好到医院去检查，这一查竟然查出了大问题。医生告诉小李，他患上了胃癌。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1/3的癌症可以预防，1/3的可以早发现，经及时治疗可治愈，而只有1/3的癌症不能治愈。但一些癌症早期症状具有很强迷惑性，有些甚至会被认为其他小病，从而耽误治疗，抱憾终生。如果你的脖子上已经出现了这样3个标志的话，那么就说明癌细胞已经醒了，可千万别大意。第一个标志，脖子发黑。脖子发黑可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很多人以为脖子发黑可能是晒出来的，但其实不是。有的人脖子发黑是由于体内的色素沉着，是体内的毒素在身体外部的表现。脖子发黑可能是糖尿病的前兆，也有可能是肝癌或者是肺癌。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您的脖子莫名发黑，一段时间都没有退去，就请赶紧到医院就医。第二个标志，脖子上长包。如果你的脖子上或者脖子以下的位置长了有小手指头那么大的一个包的话，请注意起来，那可能不是普通的一个排毒方式，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患上了癌症。脖子上的小包就是癌症的预警，如果这个包泛红或者是泛黄的话，那说明里面已经发脓或者有脓水，有的可能会有发痒的症状，自己千万不要用手去抠它，过了几天它还没有下去的话，就赶紧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当人体的脖子上出现了一个包，但是其他各方面都很正常的时候，很可能为甲状腺肿瘤，长时间任其发展下去，会造成癌变或者变大，压迫到自己的神经。第3个标志，脖子里面有肿块。有的人癌症的表现方式是脖子上肿出来的一块非常明显的红色浮肿，起初有些人可能不会在意，但发现颈部长出无名肿块，特别是不痛不痒的疙瘩，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病因，以免耽误治疗时机。颈部是淋巴结聚集之地，这些淋巴结围绕在颈部的大血管和神经周围。当颈部中有肿块，很可能是颈部淋巴结肿大，可引起颈部淋巴结肿大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炎症、结核以及恶性肿瘤等。只有脖子上的肿块摸起来活动性差，质地坚硬，不痛，就应该怀疑有肿瘤的可能。这是淋巴癌、鼻咽癌等癌症的早期表现。脖子上的这3种标志不可小瞧，当出现症状时，一定不能拖着，要及时就医。规避肿瘤或癌症风险，除了注意以上3种标志，大家是否也会发现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粒、小斑点，并且脖子和脸部的颜色不一样？特别是经常咽喉肿痛、吸烟或有呼吸道方面问题的朋友，小肉粒、小斑点不一定影响你的健康，但同样也说明你身体出了问题。脖子上长小肉粒是怎么回事呢？脖子常年露在外面，容易受凉，寒则凝，病毒、细菌、毒素侵入人体后，容易堆积在脖子，所以出现了长小疙瘩、长痘、咽喉肿痛等表现。就像臭水沟的水不流动，总会长点其他的东西。脖子上的淋巴是人体第一道防线，病毒、细菌侵犯的首要通道就是呼吸道和口腔，受到感染的淋巴液回流时，第一站就是脖子，随后才迁移到腋下和腹股沟。因此，脖子上的淋巴结也是最容易肿大的部位。如果存在下面5种情况，就要当心了。1. 长痘痘且同时多在面部长痘痘。
主要原因在内面部淋巴毒素代谢困难，导致毒素蔓延至脖子，在外长痘细菌感染至脖子。毒素给了细菌繁殖的沃土，但一般淋巴代谢好的不会有这种现象，就像脸上长痘不见得全身都长。2. 丝状疣，俗称线猴，主要表现为细长、柔软带地的赘生物，且表面褐色或淡褐色，数目从数个到数百个不等，此时应考虑是丝状疣。丝状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所致的病毒感染性疾病，俗称线猴，一般喜欢侵袭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差。3. 毛囊炎或皮脂腺发炎，脖子上长小肉疙瘩并出现痒的现象，就应该考虑是毛囊炎或皮脂腺发炎，这时候就要注意避免辛辣食物，低脂饮食，试试勤用热水清洗，不要挤压，可多按揉颈部淋巴。4. 脂肪粒，另外一种脖子上长小肉疙瘩的现象，可能是出现了脂肪粒。脂肪粒对健康影响不大，但是影响美观和现象，多见于年轻的女性，因为女性的肌肤老化快，新陈代谢慢，受外界环境影响，所以比较容易生长脂肪粒。5. 淋巴结肿，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脖子上长肉疙瘩的现象，就是你已经患上了淋巴结肿。这种病症的初期就是脖子上长肉疙瘩，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到了病症的后期，就会有很多淋巴结肿大加重，肉疙瘩变得越来越大，严重的可压迫颈椎，使颈椎出现严重的变形。此病多发于从事重油烟处工作、辐射大、噪音污染大的工作群体。出现以上情况的朋友，大部分都有个共同特点，脖子暗沉或赤红。脖子赤红则表示热毒较盛，容易有喉咙肿痛现象，建议平时多按揉脖子，以舒适为宜。清洁严重者，如已经开始长小疙瘩、咽喉肿痛者，最好做专业的颈部淋巴排毒。平时饮食辛辣、吸烟或属于肺阴虚体质的人，建议平时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滋阴养肺的食物，百合、莲子、银耳或常泡罗汉果茶。最后，小关分享给大家一个小妙招，不花1分钱，帮您告别小肉粒。方法：先洗净并擦干患处，剥下新鲜的青葱颈根部的白色鳞颈上最外层的薄皮，贴在猴子下面，用胶布固定，用青葱贴服，1天1换，直至猴子周围的皮肤变白变软，最终自行脱落。不过此法治标不治本，对于颜值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分辨自己属于哪种小肉球，从根源针对性的治疗。不然即便你去掉了这个肉粒，以后还是会长别的肉粒。以上这些情况的发生，大都与情绪、雌激素水平、遗传因素、电离辐射以及饮食相关。虽然有些因素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饮食及生活方式是我们能控制好的。那么我们如何从饮食和生活方式上预防癌症的发生呢？主要有以下3点。1. 地中海式饮食，丰富的水果和足够的蔬菜有抵抗多种癌症的作用，过多的红肉和腌制肉类则可能增加大肠癌的风险。而地中海式饮食的结构强调多吃蔬菜、水果、鱼、海鲜、豆类、坚果类食物，其次才是谷类，并且烹饪时要用植物油。2. 避免饮酒过量，饮酒过量也会增加罹癌风险。如果大量饮酒又伴随着过量吸烟，罹癌的风险又更高。因此世卫组织于1999年首次发布了酒精相关的政策报告，拟定降低饮酒过量的策略供各国参考，例如提高酒精课税，减少酒精销售据点，提高购买酒精的年龄限制，以及有效禁止酒驾等措施。3. 改变烹饪方式，高温油炸、烧烤肉品会产生致癌物质，而炖煮、清蒸产生的坏分子则相对较少。无论如何，当你享受这些美味的肉类时，
记得同时要搭配大量的蔬菜，以达到营养均衡。建议我们改变爆炒、油炸、红烧等不健康的烹饪方式，也能减少癌症发生的概率。俗话说病从口入，保持健康的饮食方式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我们既要注意身体上的不良信号，也要从日常的生活方式入手，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